今天复刻了日本排名第1的盐面包，然后还顺带做了2个其他口味的，巧克力的和开心果的，都巨好吃。我看了一下网上的评测，这家面包的特点就是特别的软，还特别的香。店家说他们除了是用独家自制的松露黄油之外呢，在面团制作上也非常的用心。那我们在家要是想做出很香很好吃的盐面包，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要尽可能选择好一些的黄油，在制作面团的时候也要尽可能的突出食材的香味儿。那我们就不采用后油法揉面了，先把黄油和面粉混合，让面粉吸收黄油的香气，然后水和1个晚上。这个面团用水和法很重要，因为这样的话可以缩短搅拌时间，也是更能突出麦香味和黄油的香气。做法就是先把干性材料和冰的黄油放在一起，给它混合成细沙状，然后再加入液体材料，给它揉成团，再放到冰箱里去冷藏1个晚上。第2天再加入波兰种、烫种、干酵母揉面，给它揉到面团出模就可以了。我用的是鲁邦种，有鲁邦种的话可以用鲁邦种，没有的话就用波兰种。波兰种和烫种在以前的视频里反反复复介绍过很多次了，那这个视频我就在结尾以文字的形式给大家展示出来吧。最初混合的时候，先用3档揉5分钟，等材料都混合到一起了，然后再转5档揉。今天我揉的这个面团的量是3份的量，如果只想做1份的话，把所有材料都除以3。揉面的过程中要随时观察一下面团的温度，如果你面还没有揉好，温度就到24度了，那就要先放到冰箱里去冷冻个20分钟，然后再拿出来揉。好多人都会问，面揉好了，温度高了怎么办？那我只能告诉你，凉拌了。面温高了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是放到冰箱里去待一会儿。但是这样的话也会影响组织了，所以你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，在揉面的过程中就不能让它面温高了。所以水和法在夏天用就特别好，一个是可以缩短揉面时间，突出食材的本味，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很好的控制面温。最后揉好的面温控制在24到26度之间，然后把面团平均分成3份，1份加抹茶粉，1份加可可粉。加了抹茶粉以后可以再喷点水，这样揉完以后面也不会太干。用低速给它们揉成绿色和可可色的面团就可以了。先揉绿色的面团，揉完以后再揉可可色的面团，这样就不用刷揉面缸了。然后给它们进行第1次发酵。如果不同颜色的面团要放在1个盒子里发酵的话，那就中间用1个保鲜膜给它隔开。白色的面团我就单放在了1个盒子里发酵。面团发到2倍大，按下去有轻微回弹，这样就发好了。这2个面团也是。发好以后就给它分成60克1个的面团，然后再排气滚圆。再告诉你们一个偷懒小秘密啊，其实这个我在之前的视频里讲过，不过可能有的人忘了。就是做到这一步，把面团滚圆好以后，可以把面团拿去冷冻，可以冷冻3天。3天之内什么时候想做了，提前拿出来回温到16度就可以整形了。因为我做到这一步的时候，发现刚好我的黄油没了，所以我把面团拿去冷冻了，过了2天才做的。也是如果不同颜色的面团要放在1个盒子里，就用保鲜膜给它们分开。解冻最好是放在冷藏里解冻，比如你要晚上做，那早上上班的时候从冷冻放冷藏，回家后拿出来回温就可以了。或者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放在冷藏，第2天早上起来就可以用了。一般是冷藏8到12个小时就可以解冻了。回温好的面团先给它整成水滴状，只卷1头，这样可以给它整成1头尖1头粗，然后再搓长，然后再给它们放到冰箱里冷藏松弛30分钟。因为这个面团稍微有一点粘手，整形的时候不太好整，温度低一点会更好操作一些。拿出来以后再搓几下，然后给它擀开。先把头压扁擀开，然后再提着面团给它顺势擀开。擀开以后翻面，可以把这里稍微拉宽一点，不拉也行，看个人习惯。
因为我这个黄油比较长，所以我得稍微拉宽一点，放5克的黄油，放1块巧克力。黄油最好放有盐黄油，如果没有有盐黄油的话，就稍微撒点盐。然后在面的两侧刷点黄油，再从上到下卷起来就好了。盐面包每个人的整形习惯都不同，如果整形的时候你擀的长，擀的比较紧，那最后口感也更 Q 弹；如果你松松的擀，松松的卷，那最后口感也会更软。这个就看个人喜好，怎么整都行，最后会呈现不同的口感。整好以后就放在别超过30度的环境里发酵，最后发到1.5倍大，这样按下去有轻微回弹就可以烤了。烤之前我是刷了点蛋清儿，也可以刷蛋液，或者什么都不刷都可以。然后表面撒一点海盐，我这个撒的是盐之花。放到烤箱的中层，上火210到220度，下火190度左右，烤12分钟左右。出炉以后可以先等个2分钟，等底部的黄油被吸收了，然后再给它移到晾架上晾凉。相同的做法，开心果里挤一点开心果酱，然后再放上黄油，然后再卷起来就好了。如果家里有开心果的话，再放一点进去，那会更香。这个开心果烤的时候，上面可以放个烤盘隔热一下，这样烤出来它颜色不会那么深，会更好看一些。等了2天，我买的黑松露也到了，那就来做个松露黄油。黄油提前软化，里面加上盐，黑松露提前洗干净，用厨房纸把表面的水分擦干，然后给它磨碎，放在黄油里。我买的这个黑松露不是很贵啊，是60多块钱100克，还送了一个刀。我买的这个是云南黑松露。刚开始想做个廉价的蘑菇版的，后来上网搜了一下，看这个价格我还能接受，那就买点尝尝吧。活这么大了还没吃过黑松露是吧？这不是广告啊，别问我链接，自己上网搜去。我买的这个之所以便宜呢，是因为它是最小号的，1到2厘米的。你们有人懂吗？给我看看这个值不值？63块钱100克。黄油、盐、黑松露给它们拌匀了，这个松露黄油就做好了。然后可以给它装在裱哈袋里，挤成5克1条，这样就可以做盐面包用了。给它冷冻起来，冻好以后可以给它装在盒子里密封冷冻，可以冷冻几个月，用的时候随时拿出来用就行了。这个原味的面团就直接包1条松露黄油，边上再抹点黄油，卷起来就好了。还是发酵到1.5倍大，然后就拿去烤。这个烤的时候我上火降了10度，烤完以后我才琢磨过来，我应该上火不要降温度，这样能更接近人家店家的颜色。我这个颜色烤的有点浅了。出炉以后表面马上刷一层松露油，这个松露油也是自己做的，我把这68块钱发挥到极致了。松露油就是把这个松露先给它削成片儿，削成薄片儿，然后放进罐子里，放一点点盐，晃一晃拌匀。最好是放橄榄油，但是呢不能用特级初榨橄榄油，因为特级初榨味道太重了，会抢了那个松露的味道。尽量用那个味道淡的油，但是我家里呢只有特级初榨，所以我放的是葵花籽油。就这样放冰箱里2个星期以后就可以用了。当然了，我没有等2个星期，我等了2天。等2个星期以后我再做一次。面包特别的软，然后它底部是酥脆的，看里边满满的黑松露。
底下这个皮它不是硬脆那种，它是酥脆的口感，真的有点像可颂哎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然后这个面包体特别的松软，然后它还不是甜的，它还是咸香咸香的，然后还带着松露特殊的香气，真的很好吃哎，这个面包。感觉就是一口一口停不下来的感觉。好香啊！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有时间的话你也试试看吧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就帮我点个赞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